今天我们来开一个这个新的单元，因为我觉得就是大家对于美国的历史好像没有很了解，就是听很多不同的人讲。对，那我觉得美国的历史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美国的历史改变了整个地球的制度，然后它是创造了一个跟之前完全不同的制度的一个国家，所以说美国的历史跟其他国家的历史比起来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对，因为它是第一个革命成功，然后现在又让大家喜欢这个政策的一个国家。那现在连美国人很多都自己打，而且我发现其实有很多美国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历史，就是明明你上课一定要上 US History，就是或者是怎么样，你一定要学到这些东西，可是好像就是没有进到他们心里面，好像三民主义对台湾人的那种感觉。其实我上课我需要学到，可是我没有学到那个精华。三民主义是什么？台湾人回答一下，台湾人也不知道 ，OK？ What's up, everyone? This is Mr. Nice Guy. Nice to meet you. Welcome back to PHC. 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现在讨论一下 Art Construction. Art Construction 呢是在南加州这边一间公司，然后呢建筑公司，然后它有非常非常完善的服务，有一条龙的服务。然后不管你是要修你的厨房，还是要修你的浴室，还是你要就是漆油漆各方面的东西，你都可以找他们。对，他们有完善一条龙的服务，然后像说你要估价，还是你要找人帮你画图，还是到整个整修到结束，然后跟政府交通都可以，他们都可以一手帮你办理。没错啊，然后他这个人的负责人呢叫做 Barry， 电话在那个地方。如果你有这样的需要的话，欢迎跟他们联络。没错，那他有来赞助我们这个频道。那在美国变成美国之前呢，就只是在美洲大陆东岸这个13个这个殖民地，然后是英国的殖民地。那在这个历史系列之前，我们先来看看美国是怎么样出来的。美国的存在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历史还有制度。1776年以前，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美国这个样子的。那一开始的时候呢，北美洲的东岸呢有13个地区，那这13个地区呢是来自英国人住的地方，然后呢等于说他们是英国的一部分。是。然后过了不久之后呢，这些殖民地的人呢决定要脱离英国了，然后呢要来创造一个新的国家。这个国家就叫做美利坚合众国。那这个事件呢就叫做美国独立战争。所以说我们今天一开始的 series 就是来讲美国的独立战争。那所有的战争都一定有前因跟后果 ，OK？ 那美国独立战争呢，大概是发生在美国成立的25年前。那时候呢，驻北美大陆的英国人，正在和驻北美大陆的法国人打仗。OK， 那这个战争就是为了要决定到底是英国还是法国有资格支配整个北美大陆。OK， 这场战争叫做 French and Indian War。然后当地的印第安人呢，有些加入了法国，有些加入了英国。结果呢，就是英国打赢了这场战争。对，看谁比较狠。对，没错，谁拿的这个头皮比较多？对。但是呢，这场战争呢，却让英国的国王还有英国的贵族花了很多钱，就超多钱，因为打仗是要打整体国力的，士兵不是免费的。对。OK， 每个都要领薪水，而且还要买枪，还有制服，各式各样的花费。所以说战争结束了之后呢，英国的国王还有他的贵族们呢，看自己的那个银行账户里面，就发现靠。我超穷的我国王为了让他们过上好生活，我花了好多钱。对，那现在我们就是要跟他收税了。没错，那英国的国王呢 ，King George III 想了一招很棒的 ，OK， 就是你刚刚说的，这场仗是为你们打的 ，OK， 你们殖民地的人付一些钱也是很正常的对不对？所以说呢，他当时就弄了一系列的法令 ，OK， 就是殖民地的人呢，如果说你买糖或者是买茶，或者是你要寄信的时候的那个邮票，你都要多付税，叫做 stamp， 这就是为什么那个是印章税，对，但是是邮票，这就是为什么印章跟邮票都叫做 stamp 的原因。OK，Stamp Act。当时殖民地的人呢，如果要这些服务的话，就是要多付税。简单就是说要征税。殖民地的人当然很不爽啊，对不对？我一定要，这些都是我日常生活上一定会需要用到的，每一天。而且来美国人就知道了，就是美国人不喝茶的，美国人喝咖啡的。OK， 你硬要我们买茶，搞什么东西啊？然后还要多付税。到了港之后，我一定要跟你买，商人一定要跟你买。对，就觉得很不爽啊，就觉得说。北宋哪一个国家会觉得说征税好棒棒的，对不对？原来这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啊，对不对？那殖民地的人是不是恨英国？
他们还是知道说这是他祖国。对，他们也不是恨英国，他只是讨厌这样的制度。对，他们也不是不感谢英国，就是确立了他们可以在北美殖民地的这个地位，只是他们觉得说，为什么都没有经过我们表决？我们住在这个地方，那你要征我们的税，我们至少要有一个代表啊，对不对？你要知道说我们要征什么税啊？对啊，你要让我们有一个表决权啊，那国会里面要有我们的人啊，不然你就把我们当成台湾人吗？啊，你以为你是天皇哦？那个时候美国的殖民地的人呢就开始大喊 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就是如果说没有我们的代表的话，我们就不付税。就是你把我们当仆人啊，这样那种感觉。所以说那个时候，如果你是在美洲大陆的一个你如果工作你是税吏的话 ，OK， 你就是会计师，你的生活就会变得很惨。那当时的殖民地的人呢，会把就是焦油涂在他们的身上，然后全部撒羽毛 ，OK， 然后就是让他们觉得很丢脸这个样子。英国的国王看到了，就是这样不行，这群洋基佬竟然这样子对我们皇家的走狗，但是呢，他又没钱打仗，所以说呢，只好放弃征税了。那这个就让美国殖民地的人就是反抗有理。对啊，我是更容易开始作怪了。对，然后他们发现，每次只要看国王哪一个政策不爽，他们就起来大闹。真的是太难了，就是要派一大堆兵，真的太难了。对，就是起来弄个太阳花，搞个反送中，然后弄个 Black Lives Matter， 然后英国国王就 OK， 好，算了，你们没事了这样。那每次闹最凶的地方呢是哪个地方？那个我忘记他那个地方，就是美国1半以上常春藤大学都在的地方，麻州的波士顿。那英国国王也觉得这样子实在是不行啊，这个美国这些洋基佬一天到晚这样作乱，于是呢就有了著名的1765年的 Quartering Act 驻营法案，就是说英国会派大量的军队到美国的殖民地驻军，然后到处去巡逻 ，OK， 来确保这些洋基佬乖乖的不做坏事。然后呢，殖民地的人呢必须要提供这些英军食物还有住宿。难怪美国有那一个法律，不听的话呢，你就算是做坏事，然后就会有惩罚。就是他们可以来住你的家，然后他们可以，就是他们就是比你还要高大的意思。对，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警察还有那个不能随便到你家。OK， 就是因为这个时候。美国一开始就是要这样子 ，OK？ 殖民地的人当然更不爽啊，对不对？你在这边白吃白喝的，还要管我们，然后好像你们还是高人一等，每天穿个大红的衣服到处那边走来走去。然后呢，在1770年的冬天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一群老美呢在酒吧里面喝酒，然后喝醉了之后呢，决定要去外面对在巡逻的英军丢雪球，喝酒碍事啊。对。然后这一切呢发生在这一栋建筑物前面，就是 Old Massachusetts State House。你到现在去那个波士顿市中心的话呢，你都还可以看到这个建筑。如果有机会去波士顿的话，可以去看看。那没有人确定当时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呢，也不知道谁对谁错，就是一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一个概念，就是他们先骂我的啊，说他们先丢我雪球的啊，对不对？那丢雪球就可以开枪吗？雪球里面还有一些石头啊，就跟每次那个抗议的时候发生的那个两边的说法一样。对。但是可以确定的就是呢，有5个殖民地的这个居民当天晚上被枪打死了。OK， 然后其中有一个还被打死的还是个黑人 ，OK， 叫做 Crispus Attucks。所以那时候他们黑人跟白人很好嘛。对，所以那个时候在美国就已经有自由的黑人了 ，OK。然后呢，波士顿呢当时有一个领袖叫做 Samuel Adams，就是啤酒上面的那个。对。那 Adams 很不爽啊，尽管杀了5个人，对，他把这件事情叫做波士顿大屠杀 ，The Boston Massacre，要把它搞得很大。对。那 Adams 就是想要全殖民地的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那你看各位要知道，这是在一个没有电视的时代，没有网络，只有飞鸽传书，对，连相机都没有的年代。但是呢 ，Adams 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是个画家。这个人呢叫做 Paul Revere。然后他有2件事很有名，一个是呢，他骑马，就是告诉所有殖民地的人，英军要来了。对。另外一个呢，就是他的银器。如果你现在有一根 Paul Revere 的银汤匙的话，你就是亿万富翁。为什么？因为他就是很喜欢可爱的吗？没有，他做汤匙的。哦。对，你有一组的话，你就可以开一个博物馆。OK。就是 Pawn Shop， 赶快回去找。对 ，Pawn Shop 就有一集，他们就是卖那个 Paul Revere 的那个汤匙。Paul Revere 呢就画了这一张图，
来告诉所有的人当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然后能印多少份就印多少份。那目的就是要让当时的殖民地的人知道说，英军对殖民地的人有多坏、多可怕、多残酷。当然，在 Samuel Adams 的努力下面呢，有越来越多人对乔治3世这个国王很不爽了。对，反正大家都是写他坏话了。怎么可能写他好话？对，没错。然后这时候呢，国王呢又下了另一道，茶叶要加税了。OK， 茶叶这次一定要加税。然后呢 ，Samuel Adams 呢就决定要告诉英国的国王说，我们美国人是喝咖啡的。OK， 那 Adams 的计划是这个样子的，就是等到国王的船来到波士顿港的时候呢，波士顿的人就穿着代表美国的印第安人的这个衣服，然后全部冲上去。然后把这些要赋税的茶叶呢，全部丢到海里面。那这个通通给鱼吃。对，那这个计划呢，不是叫什么红海救援啊，或者是什么天翼行动之类的，就叫做波士顿茶派对。OK，The Boston Tea Party。耶 ，so happy。乔治3世呢，几天之后呢，知道这件事情，就说我受够这群洋基佬了，我们要来打仗。对，从那一天开始呢，殖民地的上面的人所有的权利全部取消，哇，把每一个人都当成罪犯来看，哇 ，OK， 派出了皇家的海军围堵所有的船只，没有任何船只可以进出北美大陆，然后殖民地的人全部丧失了投票权，还有也失去了管理权。一切都要由高贵的英国人，还有知识的英国人、英国贵族来决定、来支配。最后的一个就是英国的国王决定，美洲大陆的人不可以拥有枪支。哇，就枪支就全部都是那个，对，全部违法。你就知道，就是你如果要让美国人起来反的话，你就把他的枪拿走，OK？ 他就跟你 How dare you？ 他就跟你拼到底 ，OK？ 美国人为什么要那么要有枪支？我们以后再讲。当英国的命令传到殖民地的人之后呢，就是很多殖民地的领导就聚集起来开个会，会议举行的地点呢，就是整个殖民地的市中心 Philadelphia 费城。同时也是Benjamin Franklin 富兰克林的家乡，他们聚集的这个建筑就在 Carpenter's Hall 木匠厅，然后这个就是著名的 First Continental Congress 第1届大陆会议。那虽然在这个里面呢，大部分的人看英国还有英国的国王都很不爽，但是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准备好要拥有自己的国家。但呢，这个想法呢，很快就改变了。到了1775年的4月天的时候呢，英国的军队住在这个波士顿港的一个半岛上面，基本上就是一个岛啦。OK， 他们连起来的地方就只有一点点。OK， 他们听说了一件事情，就是在西边有一个地方叫做 Concord 的一个城市。那他们说有一群老美聚集在那个地方，然后呢还收集了一堆武器，然后打算跟英国的这个火拼。对。然后在 Concord 的人呢，也怕英国会离开波士顿港，然后呢来到 Concord 这个地方呢，来没收他们的枪。然后他们就把东西全部都准备好，只要一发生什么事情呢，他们就会在1分钟之内上战场。这个就是 Minuteman， 就是这个词就是从这边来的。Minuteman， 对，中文很奇怪，叫分钟人。对，我上网找 Minuteman 是什么，他说分钟人。但这样讲好像没错啊。他们是 Ninja。然后呢，里面其中有一个人呢叫做 Robert Newman，OK， 然后他是在一个教会里面工作的。然后他在教会里面的一个钟楼可以看到波士顿的那个港，他就告诉那个他的朋友 Paul Revere， 就是如果说英军开始行动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在他的那个钟塔上面挂灯笼。如果他挂一个的话呢，就表示英军会走由陆军的方式过去；如果他挂2个的话，就是英军会以水军的方式过去。然后呢，就在1775年4月18号的这个老北教会的钟塔上呢，点燃了2个灯笼。水军。对，没错。然后 Paul Revere 看到了这个讯号呢，他就马上上了马，然后把这些讯息全部传到殖民地的各个角落，波士顿。还有那个他的 suburb 的所有的地方，是这个讯息就是英军要来了。然后呢，美国独立战争正式开打。哇！我们下一集继续。就卡在这里吗？这很紧张哎，你怎么可以像连续剧一样？你看，小贝们看，再等2个礼拜就好了，对不对？你看啊，对。American Revolution 这个东西我们会讲3集，所以说各位可以慢慢等。啊，这样要等6个礼拜。好，感谢大家今天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帮我们按个赞，然后可以的话帮我们分享出去。还没订阅我们的，赶快订阅。然后如果可以的话，你想跟我们在下面留言，互动的话都可以在下面留言。你觉得我们的这个频道很好，然后想赞助我们的话，在我们那个 description 底下那里都有赞助我们的方式。那如果你觉得那些方式都太麻烦了，那在底下我们也有YouTube membership 的方式，就是反正你现在已经有 YouTube 了，你就是可以申请 membership， 然后你就会有一个就是属于你小贝的头像在你的名字旁边，然后也有一些专属的贴图可以使用，好不好？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